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康利谈中医系列视频。在今天的视频当中，主要是给大家介绍到花粉症、过敏性鼻炎的中药治疗的问题。希望今天的视频呢，能够给更多的患有花粉症和过敏性鼻炎的朋友能带去更多的帮助。有一个曾经获得了这个2次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的一个华裔教授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叫康景轩。那康景轩教授呢，曾经对炎症做过大量的研究。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的人就会增加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还有这个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如果说长期患有过敏性鼻炎或者久治不愈的朋友一定不要麻痹大意了所以我在以前的视频当中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过敏性鼻炎、花粉症的它的发病原因以及治疗的方法。那在今天的视频当中主要是给大家谈到的是药物如何治疗用什么的药来治疗过敏性鼻炎和花粉症。那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配方呢，不仅仅是可以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而且可以做到釜底抽薪、斩草除根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呢，可以帮助更多的正在被过敏性鼻炎和花粉症困扰的朋友们。那我也明确告诉大家，我给大家介绍的配方是我经过在8年时间里边我自己熬了300个中药方子而得出来的一个配方。我可是用不锈钢锅一个方子一个方子的熬出来的我就不锈钢锅都熬坏了好几个。所以那我相信呢，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那中医治疗疾病呢，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归纳起来呢有很多种方法其中的大的原则归纳起来有8个方法，就是一个是汗、土、清、下、消、温和补，还有一个法就是和法如果你的病呢在表病在表，一般就用汗法就是在表皮上的问题就用汗法比方说你感冒了、发烧了，那就通过生姜桂枝桂枝汤就可以了。而且呢见效呢也非常快。那病在上用土法就是病在上。那什么叫上呢？在胸膈膜之上，就是上焦的问题用土法就可以了。病在中和下的话呢，一般都用下法，也称为泻法就是下利的方法。如果说你是有热症的话一般的用清法如果说你有热症，就是一边的有一些毒血的话那如果说你是寒症的话，一般的是就用温法。那如果说你是虚症的话呢，就用补法如果说你在这个肌肉和脏腑之间，所以呢就要用和解法就要用和解法。那在今天的视频当中我给大家介绍的配方当中，一共有3个方子。这3个方子呢，就用了5个大法其中一个用到了一个是土法取涕法一个是清法，就是排毒法。还用了第2个用法呢，一个是用了温法还有一个呢方子呢，就它不仅仅是用到了补法，而且呢也用到了和解法。因为只有和解法呢，才可以从病因病根上来解除，达到人体的阴阳平衡阴平阳秘这个病情才能够消退，才可以呢达到标本兼治这样一个目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式的内容。那上一期视频呢，我给大家介绍到了是
就是用3个方法来击退这个过敏性鼻炎和花粉症。那哪3个方法呢？一个是取涕排鼻毒就是把通过取涕的方法，就是土法啊，通过取涕的方法来排出毒素，就是清法。那大家呢先看一下现在的方子啊。那这个配方呢，主要是用了党参那有的比方说懂中医的朋友就知道，哎呀，党参是补气的，它是一个温性的药物，那是用在这里是什么原因呢？那第2个是皂角第3个是细辛，第4个是辛夷，第5个呢是炒苍耳子那有的人又问了，为什么这里呢不用苍耳子而用炒苍耳子呢？因为苍耳子它是有小毒的，那么经过炒之后，就是泡制之后它的毒性呢就减为没有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使用了。还有一个叫鹅不食草。说到这个鹅不食草还有一个小典故以前呢有一个小孩孩子呢就是老是打喷嚏流鼻涕，哎呀，有的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也没有地方去治，也没有钱治，所以呢有的都延续很久很长时间都治不好。那么这个小孩呢家里呢养了一大群鹅，所以他没事的时候呢，父母就让他赶着鹅去地里边去吃草那有一天呢，他就发现他的鹅把这个圆圈的这个草呢都吃完了，但是呢就有一种草它不吃，这个鹅闻一闻就走了，所以呢他就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呢这个小孩呢他就把这个草拔下来之后呢，然后闻一闻，结果闻了之后呢就打了好几个喷嚏打了好几个喷嚏，他就发现呢，后来回到家之后呢，就感觉到他这个鼻子鼻炎就轻了很多，所以呢他第2天呢去了之后又把它拔下来又闻一闻，又打了几个喷嚏，这样呢他天天的去草地去打这个去摘草，然后闻，最后呢他的这个鼻炎呢也治好了。后来呢这个中医就把它称为呢鹅不食草，而且呢这个小孩呢自己治好了，而且也让他的这个乡亲邻居有类似疾病的人也使用这个方法，后来传开了这个草呢就叫鹅不食草。党参一个，皂角一个，细辛，还有辛夷、炒苍耳子、鹅不食草、芙蓉叶、蒲公英、桔梗和白芷，一共是呢这个10味中药那在这10味中药里边呢，用2个大法，一个是土法，一个是清法那另外呢这个方子是由2个千古名方组成的。一个方子呢是出自于元朝的朱丹溪的一个方子出自于丹溪心法辅余当中的通管散。这个通管散呢实际上它就2味药，一个是皂角，一个是细辛。你不要小看这2种药这2种药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剧烈如果说你抹到鼻子里边，就是基本上就马上就要打喷嚏了这就是它的效果非常好只有两种药。首先呢，你像皂角，它的通关的能力非常强，它可以通上下所有关口细辛呢，它主要是有一个温通的这样一个作用辛温发散它主要采用的取涕的效果，当然有鹅不食草来辅佐它2个这个效果呢更好了那还有一个方子呢是出自于宋代的南宋的叫严用和的一个方子，叫严氏寄生方当中的方子，叫苍耳子散。那我呢在这里呢用了2个千古名方把它进行了加减
当然，通管散呢，我就原方拿过来就用了，因为我们要用的是取替法。辛夷呢，它性温啊，是归这个肺和胃两经啊，它具有散风寒、通鼻窍的功效，对风寒的头痛啊，还有鼻塞呀、流鼻涕呀，都有很好的作用。另外呢，辛夷的药理，现代药理证明呢，它具有抗组胺和改善微循环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它不影响血管管径的情况下，它能够明显的让我们的血管的血流加快，增加血运，加快代谢的清除，应该说非常理想的一个鼻炎治疗的用药啊，可以全方位用于治疗急慢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另外呢，现代的药理证明啊，这个辛夷它有非常好的抗过敏的这样一个作用。那苍耳子呢，可以说也是鼻科的一个常用的药物，它主要的作用呢，也是归肺经啊，它具有的散风除湿啊和通鼻窍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临床主要用于风寒头痛、鼻塞流涕、鼻丘、鼻渊啊，包括鼻子的瘙痒，具有较强的抗感染、抗过敏的作用，改善血液循环啊。那么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来分析另外一个药物的组成啊，就是鹅不湿草。那鹅不湿草呢，它也是归肺经啊，因为我们要解决肺的问题嘛，所以就是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啊，所以我们要基本选用的药物呢，都是归肺经啊。具有发散风寒、通窍、止咳的这样一个功效。临床主要用于风热、风寒头痛啊，咳嗽痰多、鼻塞不通、鼻炎流涕。鹅不湿草也具有抗过敏、抗炎和抑菌的这样一个作用。那现在的药理证明呢，鹅不湿草对过敏性鼻炎可以说有确切的疗效啊。那接下来就是芙蓉叶，这个芙蓉叶呢性比较凉啊，具有清肺凉血、消肿排脓、止痛的功效啊。那我们要排鼻毒嘛，所以呢要用到芙蓉叶啊。另外呢，还有蒲公英，那蒲公英呢它的作用就非常好啊，可以全身的炎症用蒲公英都可以消除。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选用了蒲公英啊，作为清热解毒和消肿散结的这么一个作用。它蒲公英呢，据现代的药理证明呢，它具有广谱抗菌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还有一个就是桔梗了，我们用的桔梗这个苦辛啊，它能够促进支气管的分泌，具有止咳化痰、宣肺排脓的功效。一个是消肿排脓啊，还有一个要宣肺排脓，一定要把废气，对吧？把里边的浊气把它宣发出来。那白芷呢，它具有祛风湿、活血排脓、消肿止痛的功效。它主要治疗什么呢？你像头痛啊、牙痛啊，包括鼻渊呢，就是鼻子的炎症啊，还有赤白带下呀，还有皮肤瘙痒等等。为了达到这个取涕排毒的这个效果，你看一个用到的消肿排脓，桔梗呢宣肺排脓，然后呢这个白芷呢活血排脓啊，所以呢从多角度啊、多方面的立体的把我们这个保护我们的鼻腔排出它里边的毒素啊，这是这个方子。那用到党参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你老是取涕呢，就害怕伤正气。另外呢，这里边呢有一些寒凉的药物，那党参呢它性比较温，所以呢这样就调和它的这个寒热啊。所以呢这个药物呢，为了让更多的人适合更多的体质，所以呢让它寒温并举啊，这样呢你是寒性体质也好，或者说是热性体质也好呢，都可以使用。所以呢它党参呢主要是一种补益类的中药啊，它具有补气生津、养血安神的功效，但是呢它善于补上焦之气啊，所以呢
达到取涕排毒而不伤正气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啊。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它的药物的配伍啊：党参、皂角、细辛、辛夷、草苍耳子、鹅不食草、芙蓉叶、蒲公英、桔梗和白芷10味中药。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啊，因为我并没有公布这个药物的方子。如果说大家需要药物的配方，在下面呢可以给我留言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每一个人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年龄不同啊，所以呢，人体呢会出现有一个差异啊。在这里提醒一下。好，我们说到第二步，那我以前讲过，治疗鼻炎第二步要干什么？要理气活血，修复鼻黏膜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方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加快我们的速度了啊。那我们第二步呢，用到了丹参、赤芍啊、红花，还有圈熊、酱香、龙血结和白及啊，一共是7味药物。这7味药物呢，我们其中呢4味都是活血化瘀的药啊。你像丹参呐、赤芍啊、红花呀、圈熊啊，尤其是圈熊啊，这4种药都是活血化瘀的药。圈熊呢是活血当中的气药。那酱香这个药呢，主要是善于理上焦之气。那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活血化瘀，又可以达到理气止痛。那中医强调气和血呢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我们气行血行啊。那你像我们在这里用的药啊，也是非常的迅猛啊，用的药物呢也非常好。你像丹参，1味丹参4同4物啊，这1味药它的活血化瘀的功效就相当于4个药啊，一档次，所以呢效果非常好。那么白及呢，它是味苦，性寒，归肺胃肝经。那另外现代的医学证明啊，白及呢，它有很好的一个是隔离这个鼻黏膜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它类似于一个鼻腔的创可贴，发生了这个水肿啊，有的糜烂啦，有的溃疡的啊，用白及效果非常好啊。包括有胃炎的朋友啊，有胃溃疡的朋友使用白及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和治疗。它消肿生肌，修复鼻腔黏膜。龙血结是修复黏膜当中最好的药物了，它味甘咸平，归心肝经啊，它具有活血化瘀、止血炼疮生肌的功能，所以呢，它就是活血修复黏膜。好，我们说到上2步了，我们再说第3步，扶正补肺，益气固表。肺像华盖嘛，就是像帝王的车盖啊，他为这个皇帝当挡风遮雨，对吧？啊，而且还要挡这个刀剑的攻击，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的肺它保护着我们的5脏6腑。那我们呢要把它的表面呢，原来它破损了，所以呢过敏源呢就攻击到我们的这个肺脏了。那现在呢就引起我们的过敏，凡是过敏啊，都跟肺脏有直接的关系啊，都必须补肺才可以从彻底上去除根儿，都必须固表，只有这样你才可以釜底抽薪啊，斩草除根。那这个方子呢，我用了人参、黄芪、石斛、当归、桂枝、百合、玉竹和炙甘草。因为中医认为啊，易过敏的人都是特禀体质，就是先天的禀赋不足，或者说因为遗传的因素造成了特殊的体质，他的气血不足，然后呢肌表不固，抵抗力不强。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想解决过敏性鼻炎、花粉症，包括过敏性皮肤病的问题，那就要固表，因为补气嘛，所以我们首选了人参。人参呢是大补元气，在这里呢还用了黄芪。这个黄芪呢是补气的药，而且呢黄芪专补肺气，同时呢黄芪还有利水的作用。它的功效呢在4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补气生阳的作用啊，固表的作用。第二个呢是固表亮汗的作用。那第3个呢是脱疮排脓的作用。那第4个呢
是利水消肿的作用。其中补气和固表呢是最为关键也最为常用的一个功效啊。千古名方，你像玉屏风散，它就用了黄芪。那用到石斛，石斛是味甘，入肺经、胃经，具有健脾补肾、阴阳双补的功能啊。根据现代药理证明呢，石斛不仅有清热养阴的作用，而且呢，它有温阳散寒、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石斛呢有非常好的抗过敏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用到了当归，当归呢它是养血活血的一个作用。我们再说一下桂枝，桂枝呢它的作用就是温通经脉，一方面可以散寒，一方面呢可以鼓舞血液的运行。玉竹味甘，它也是归脾胃经啊，玉竹对脾胃的功能效果也非常好啊，尤其是养阴。另外还用到了益气养阴的百合，它主要是养肺阴了啊，养肺阴啊，这样可以协调这个肺脏的阴阳平衡。温而不燥，炙甘草呢在这里有补中益气健脾的作用啊。另外，炙甘草还有解毒的功效。炙甘草呢，它本身有强心的作用，增强一个心脏的动力了。它也可以活气血，另外它具有调和诸药的作用。因为当你的血脉调和的时候啊，毒邪啊它就不容易再化生了啊。所以我为什么说可以斩草除根、釜底抽薪呢？就是当你的阴平阳秘的时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所以毒邪呢它就不容易化生。那血脉瘀滞的时候呢，就容易化生毒邪。我们就用到了中医的一个大法，就是合法。那合法呢，体现了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和为贵嘛，讲究的是天与地合，阴与阳合，人与大自然合。合法呢，就是阴阳调和、气血调和。扶正补肺就是治疗花粉症啊，包括过敏性鼻炎的大法啊，扶正补肺。然后呢，益气固表也是最大的合法啊，这样使已经失去平衡的上焦的脏腑功能恢复到阴阳气血啊相对的平衡状态。不但中医专家啊认可这个法则，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啊有鼻炎的这样的方面的专家呀，也都认可这个法则啊，就是合法啊。调和气血啊，平衡阴阳，让我们的气血阴阳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啊，这样呢就可以做到斩草除根啊，还做到釜底抽薪的这样一个作用。那《黄帝内经》讲了阴平阳秘嘛，精神乃治啊，阴阳力绝，精神乃绝。中医认为肺气充足，气机升降，通调水道功能就正常了，那鼻子呢就不得病了。花粉症包括过敏性鼻炎呢，才可以啊真正的康复。好，今天呢，因为讲到的方子内容就比较多一些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下一期视频再见。